嗨，大家好，这是你宝贝，你是？我是 Peggy， 我是亚瑟。亚瑟。我们今天来讲，如果指甲软的话，可以救吗？我们这一次呢有非常精彩的内容，但是我们老板娘一样怎么样？没有看过大纲。对呀，脱稿演出。今天要讲指甲软怎么办？天生指甲软有没有救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哎，那我们请各位热情往下看啊！往下看。Musical。第一个问题，指甲软有天生的吗？有没有啊？有，但是真的不多哦。真的有，而且很少，对不对？是真的不多。那像我们开业13年，那将近5000个客户里面，应该是有这个3位客户吧？我应该超过13年，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工作室的时候就超过这个。那把你在加拿大的职业里算进去的话，可能15年都有了吧？对啊，我超老的耶，对。对，你不但职业老，而且年纪也老。消毒双手。你看不到我的麦克风了。那来我们这边矫正指甲的哈，其实都是觉得指甲有问题的了。那么天生指甲软的人还是很少。换句话说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一出生就指甲软了，其实真的非常的少了。真的是不多。对，指甲天生软的时候的处理方式，我们会建议就做矫正型的那个指甲。然后还有，那保湿其实也很重要，因为其实就像有些人会问啊，你天生状况不好，可不可以靠后天努力？当然可以。就像我是天生牙齿烂会蛀牙，可是我就勤保养，然后勤去看牙医，然后医生就吓到说，哇，你同年纪来讲，你现在牙齿很好哎。我也是天生人太帅，然后我就把自己吃胖，让我不要这么帅，去矫正我的问题。他都很喜欢我。对不起，我最近忘了给他吃药。来，回到指甲啊，所以说做好矫正型指甲做保护，然后做好日常保湿，这样才可以避免指甲状况变差。对，我们可以让它停留在这边。对，而且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 paper， 那就是我们可以调整指甲的形状哦，让你比较耐撞。对，让指甲更能够抵抗外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请问保湿加强指甲的健康需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呢，要补充油分。有一个网友私讯我说，可不可以用护手霜？我真的不建议。下面2、3集应该会讲到护手霜，我特别提指缘油跟护手霜的差异，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多讲。但是请爱用指缘油或者是外用膏。好，那会把它涂在什么？来看一下涂在指缘母体的这边。对，这个就是指缘的母体哦。好，母体。好，这样可以让指缘母体能够正常。指缘母体正常之后怎么样？指甲才会健康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健康的指缘母体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就是我的，这样看得到吗？麦克风在这里。好像它对不到。因为它挡住你的眼睛。要挡住眼睛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这有吗？真的吗？你是骗我的吧？屁呀！都会对眼睛。好。所以保湿好对指甲健康是有帮助的。对。那再来是甲型，它也影响了指甲的硬度。对。扇形，飞甲，对，甚至是指甲歪斜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指甲的软硬度。是。那这个时候我就拿出我最喜欢讲的东西了。一张纸是不是很薄啊？对啊。你摸摸看。真的哈。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把它变成有弧形的，它就变硬了。我被楼上磕上去了，拜拜。你要跟我一起先帮忙讲完这个吧。不要，拜拜。拜。所以一张纸原本是很软的，它有弧度之后呢，它就会变得很硬；没有弧度呢，就很软。如果说你今天是指甲扇形的话，通常会这样：一开始有弧度，在根部地方有弧度，找到前端去之后就散开来，像这样，就变成是前端会很软，可是指甲根部却蛮硬的。我们的做法就是希望能够把前端的扇形能够变成，也是圆弧形的，这样子的话，它就会很硬。即使你的指甲是天生软的，只要形状正确，也可以硬很多。在我们这边呢，如何去处理扇形跟歪斜的部分呢？我们当然也写过影片、拍过文章，在右上角或者是下面的说明栏都可以点进去看一下，很重要的咯。大多数指甲软的原因，刚刚有提到，天生指甲软的人其实比例很少，那大多数指甲软都是因为后天的习惯或工作的影响，尤其是自己破坏，自己去把指甲撕烂、抠烂、咬烂的最常见。再来是常碰水，很多人呢很爱洗手，非常爱干净，所以拼了命的洗手。
然后或者是他很常爱做家事，所以把这手指头都泡烂了、撞烂了。另外呢，外力伤害，外力伤害分2大类啊，一种是工作类哈，像医师啦、护理师，或者是老师，或者是清洁人员，或者说要搬东西的人，然后再是运动，有一些那种打拳击啊，这种运动，或者是游泳啊，再来是保湿不足啊，保湿不足会造成皮肤不健康，皮肤不健康就长出不健康的指甲来，所以这都是大多数指甲变软的原因啊，都是后天的比较多咯。抠咬造成的指甲问题，如果说你今天是因为丝剥抠咬而造成的话，那处理方式其实不是太困难，那就是来我们这边做问题指甲的处理。我们利用矫正型的人造指甲，然后搭配极佳的日常保湿，试着让你的指甲恢复到健康正常的样子。如果说您是常碰水造成软指甲的话，我们会诚意建议你，首先要戴手套来做事情啊，千万不要直接碰到水分，并且在碰到水之前先做保湿，也就是说，在你要去碰水之前，先擦一点油脂的成分在你的手指头上面做保护。另外，碰完水之后，把手洗干净，再上一次更棒的保湿啊，去做一个保护跟修复的动作。外力碰撞，指甲脆弱。如果你今天是因为外力一直撞、一直凹而造成指甲脆弱的话呢，改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要人造指甲的保护。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比你指甲厚很多、也硬很多的人造指甲，去保护你的真指甲不要被凹到。与此同时，也要去学会如何改变用手的习惯，慢慢的去改变，不要用指尖做事，而用指腹做事。施力的时候都用指腹施力，而不要用指尖施力。另外一个事情，那就是要调整指甲的形状，像刚才说的，我们把不好的形状调整成好的形状，这样子的话，指甲自然就会硬不少。保湿不足的影响，指缘母体太干或不健康的时候，就会造成红肿啊、发炎啊，所以就长出异常的指甲来。如果说今天强力改善皮肤状况之后，通常我们都会看到大多数的矫正客户在短时间之内，指甲都能够突然间变厚。所以通常都可以在某一次做矫正的时候，可以摸得到，前面指甲是薄的，新长出来的指甲是厚的。当保湿做好之后呢，通常来说，指甲可以变得比较硬一点点，也可以变得比较坚韧一点点。这就好比说把头皮顾好了，头发也会长得比较顺，是一样的道理咯。改善指甲软的第一步，终于来到我们的重点了，那就是如果你今天指甲软，要做什么事情呢？那第一步就是要做好日常的保湿，先试着让皮肤回到健康正常的状态。怎么做保湿呢？那就要使用优质的植物油加优质的精油，像是我们非常爱推荐的李宝贝的指月油跟外用膏，适量涂抹，1天10次以上，试着让你的皮肤状况变好，看看能不能让指甲变健康。那我们李宝贝天然精油系列其实不是只有这2种哈，那在我们的线上商城里面有很多种类，各位可以去看一下。如果说想要知道在哪边点的话呢，这边有网址，或者是下面有我们的那个连结，可以往里面点进去看一下。如果说今天做了居家保养之后，发现还是不够的话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那也可以来我们这边做手部深层保养。它的详细内容在右上角以及下面的说明栏也一样有连结，可以点进去了解一下哦。你宝贝指甲专门店，最后了，来广告一下我们自己。一开始呢，就是由 Peggy 老师刚刚开场的那一位从温哥华求学回国，从2008年在台湾创业至今，已经服务了将近5000位客户。而且呢，我们针对亚洲的指甲的特别需求，去专攻问题指甲矫正的一个处理方式。如果说各位想要知道什么是指甲矫正的话，可以怎么样？可以看我们的指甲矫正懒人包，在右上角跟右上角，还有下面的说明栏。好，收尾，欢迎，要记得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现在我们营业额这么惨淡，开什么小铃铛？订什么业？过来消费啊！不是大家想不想看我的那个我的那个叫费？你不要乱答应人家，都没有办到，我们都马上办不到。不是，我想费我有没有？我费了再加费1天。封城了，我们就要被骗了。好了，拜拜了大家，拜拜。